在2019年的一个下午，坐在电脑前的我默默追完了《权力的游戏》这部号称史诗级美剧的最后一集，剧情走向让人愤怒。Why do you think I came all this way? 我甚至心里暗骂编剧：我操你妈！这一部曾带给我无数震撼的神剧，就这么烂尾了，像一段经营多年的感情，最终无疾而终。除了心有不甘，还有一些意犹未尽。激情燃烧的美剧之路当然不会就此画上句号。我重新打开电脑，开始寻找另一段寄托。于是《绝命毒师》这部高分剧自然而然地走了进来。那时《绝命毒师》已经完结，确定这不是个烂尾作品之后，静下心来沉浸其中。一开始就惊住了，电影级制作水准，摄影构图讲究，语言镜头极强，色彩设计与镜头符号化。更惊讶于编剧团队掌控节奏能力之强，每个角色都有动机、缺陷和自己的成长轨迹，多线叙事伏笔众多，几乎没有邋遢剧情，每一集都为主线服务，大反转或爆点也是层出不穷。还有，他居然让一个毒贩老白当主角，不自觉带入剧情的我，心底一次又一次体验不讲理和打破规则的快感。正如社会心理学总结的一样，人性深处对规则有天然的逆反心理，人们羡慕那些能无所顾忌活着的人，因为他们活出了我们不敢活的样子。随着剧情推进，一颗老鼠屎搅动了整锅汤，那就是老白的妻子斯凯勒。斯凯勒是个怀孕的家庭主妇，照顾脑瘫儿子小沃尔特，全家靠老白作为高中化学教师的微薄收入，虽然家庭经济拮据，但也勉强维持和谐。在老白确诊肺癌后，生活节奏被彻底打乱。这期间，在各种巧合之下，老白发现了一条生财之路，就是利用他的化学知识制毒并贩卖。他要在生命的最后阶段，为自己的家庭以及未出生的孩子做最后的贡献。老白的毒师生涯就此拉开序幕。贩过毒的朋友们都知道，这必将会是一条一招不慎满盘皆输的不归路。所以他没有与妻子坦白，只毕竟包不住火。老白因业务需求频繁失踪，身体暴瘦，夜间外出等等不正常举动，让斯凯勒产生了种种怀疑。老白随后也无奈坦白了一切。当妻子知道这一切后，做出了让我难以理解的反应：震惊、恐惧，甚至打算报警，然后提出分居。没有达成目的后，居然选择更加极端的方式，主动出轨老板，逼迫老白出走离婚。看到这里，我实在绷不住了，怎么会有这么狗血的家庭？怎么会有这么冷血的人物？当时的我无法理解，觉得他冷血、自私、不体谅，甚至破坏了整部剧的和谐。沃尔特是为了家庭才做的这一切，他是牺牲者，是英雄，却换来他背后女人的冷漠、强势、不解风情。难道这就是东西方伦理观念的差别？在疑惑与反感的同时，我关上了视频，也关上了理解这个故事的大门。光阴荏苒，摸爬滚打中6年过去了，经历了工作变动、感情危机、亲人离世、财务焦虑的我，被生活磨平棱角，在现实中挣扎，在规则中求生，在爱与恐惧中摇摆，从一个热血少年变成一个现实主义的老男孩。某天刷到了一个视频，正是一段当年关于斯凯勒演员的一个采访。I think he just knew that I needed somebody to essentially take my hand, in essence to say, you're safe. 绝命毒师具体的故事情节已经忘记，只是依稀记得这就是那个当年让我无比讨厌的人。然而他的一席话莫名触动了我的某段神经。在一个百无聊赖的周末，我重新打开绝命毒师，初听不识曲中意，再听已是曲中人。这一次我少了些对老白的崇拜，多了些同情。在看到斯凯勒崩溃的那一刻，我竟然开始理解他，以他的视角看待，他承受的也够多了。在经济危机前夜，大多数家庭陷入债务焦虑，美国中产阶级生活压力大，教育系统不发达，医保成本高昂。他不是迫害者，他是在那个动荡中苦苦支撑家庭的人。当一个系统把人逼成恶魔，我们尚能共情并理解。身为家庭主妇的她，养育残疾孩子，为家庭开销精打细算，在得知老白病情后，义无反顾为丈夫治疗，不离不弃。
他做了该做的一切。老白以身犯险带来财富的同时，并没有做到他所谓的危险自己承担，反而让整个家庭陷入危险境地，让夫妻关系变得互相猜疑。他曾经志向远大，但自己的辛苦付出却成为了别人的垫脚石。他不甘，渴望被认可，如同女士们永远没有自认为的那么漂亮一样，男士们可能同样没有自以为的那么伟大。当你以社交的名义跟狐朋狗友胡吃海喝的时候，有没有一点老白的影子？打着我就是为家庭承担责任的旗号，但从未征求家人的意愿。斯凯勒并不是完美的人，当老白变得强势、不解释、不退让，还甚至激怒他时，不应该道德绑架他承担所有家庭风险。他的举动都是在保护自己的家庭。在这个父权社会，女性缺乏选择权，面临巨大社会压力。一开始是依赖，但没有安全感的依赖会慢慢转化为恐惧与自保，在道德与现实之间挣扎。他没有背叛家庭，他是在守住底线。尼采说过，当你凝视深渊时，深渊也在凝视你。如果你单方面不尊重别人立场，理解他人选择，那你很可能就是那个深渊。就这样，我用6年的时间看完了这部剧。当年只看到男人的崛起，如今我也看到女人的沉默。初看会觉得丈夫牺牲自己了，妻子为何不感动？但成长教会我，不是你觉得是爱，别人就要接受。6年前我关掉了它，是因为不理解。6年后我重新打开它，是因为我终于明白，这不是关于毒品，也不是关于英雄，而是关于家庭、责任、选择和人性的模糊地带。愿你在人生的某个节点也能重新按下播放键，然后对那个曾经让你不解的角色报以深深一鞠躬。谢谢。